那说白了，对于他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呢，已经不太需要球鞋再帮他跳得更高或者跑得更快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第一眼。那相信大家呢已经看到了 Jason Tatum 在圣诞大战穿了自己的新一代签名鞋 Jordan Tatum 2。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开箱看看这双塔兔的圣诞战靴。那首先呢 Tatum 本人每次都是深入参与到自己的签名鞋设计过程当中的。那他目前对于球鞋的最大诉求呢，不是澎湃的中底脚感，也不是大碳板的那种推进力，而是不要给他带来负担。那说白了，对于他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呢，已经不太需要球鞋再帮他跳得更高或者跑得更快了。实话说呢，在我们的从业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啊，与无数的运动员交流，会发现大部分人都会希望球鞋没什么存在感。所以呢 ，Tatum 的诉求也并不稀奇，但很少会有球星和他的合作品牌真的把这样的诉求作为设计导向落实在球鞋上。不过，如果我们翻看过往 Tatum 的数据，就会发现啊，上个赛季常规赛他出战了74场。场均要打36.9分钟，季后赛又打了20场，场均时间更是涨到了40分钟。那再往前一个赛季呢，常规赛打了76场，场均35.9分钟，季后赛24场，场均41分钟。那这种恐怖的出勤率呢，几乎是他从进联盟开始就一贯保持的一个特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球鞋最应该帮助他的就是尽量降低双脚的负担。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那么以这样的核心诉求出发呢 ，Tatum 2就长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那想要满足这一诉求呢，首先就是轻量化。虽然 Tatum 2的鞋型啊看起来蛮复古、蛮面包的那种感觉，对吧？但它依旧是 Jordan Brand 目前最轻质的一个球鞋，42.5码呢，单只的重量是381克。从侧面看呢，整个鞋底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当下球鞋很流行的那种滚动的设计。那这样平整稳定的鞋底呢，对于足部的负担显然会小很多。那从底纹的分布情况也能看得出来啊，整个分布轮廓是很类似于足部形态的。那水波的底纹呢，主要都集中在脚尖、前掌和足跟这些主要发力点。那其他地方是完全没有底纹的，这也是 Tatum 2为了实现降低足部负担而主要的一个设计思路来源，就是对于篮球运动当中足部压力的研究。然后前掌的部分呢，我们会看到绿色的底纹延伸到了两侧的中底和鞋面，那这个位置跟外底的橡胶材质是不一样的，它是更柔软的泡棉。那当然了，即便是 Tatum， 我也不觉得他会需要在这个位置也有很强的抓地力，所以它的实际意义呢，是在提供前掌横向移动时的稳定性。而后半部分粉色的区域呢，是网布和泡棉的复合材料，放置的位置和形状对应的是内外侧的足弓的位置，而这些地方呢，无一例外都是在长时间高强度运动下足部膨胀后的压力集中部位。而围绕着这些区域的呢，是一圈黑色的泡棉，而内侧呢，直到足弓的这个位置，然后上半部分是黑色尼龙织物的材质。所以你看遍整个鞋子，你几乎是找不到常见的硬质 TPU 模块或者是碳纤维的。但是这整个鞋子的稳定性啊、强度都是相当出色的。我这个鞋子里面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大家可以感觉得到。而这也是设计团队有强调的，绝大部分情况下呢，关键区域的硬质支撑是必须的。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 Tatum 所要面对的一整个赛季来说，这些设计只会带来更多的足部酸痛问题。那这就与他们的设计方向背道而驰了，对吧？所以 Tatum 2需要更整体的解决稳定性问题，而不是哪里需要支撑我就扔一块硬的东西上去。那足部压力集中的区域呢，需要用更能舒缓的设计去辅助的。那同样的，在中底和鞋垫的设计上，也都严格的遵从这一设计导向。拉出鞋垫，我们就能看到啊，他们用了跟以往 Jordan 鞋垫不太一样的材料。我不确定啊，它具体是什么，但看起来很有 Move to Zero 的那个感觉。然后按压起来呢，也比常规的鞋垫更加的柔软舒适。中底的气垫呢，使用了全掌的 Air Strobel， 注意啊，是 Air 不是 Zoom。那看到这儿，估计又有人要开骂了啊！签名鞋都不用 Zoom， 又抠成本了是吧？可是 Zoom 是强调回弹和响应的，它又与 Tatum 对球鞋的需求相悖了，所以结构和气压都更加舒缓稳定的 Air Strobel， 那确实是更好的选择呀。那这双 Tatum 2的实际上脚感受又怎么样呢？但实话讲啊，我觉得是很难形容，因为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如果说你想要一双性能怪兽，就有一些特点非常突出，穿上脚就让你忍不住想跑想跳的那样的球鞋的话，那这双 Tatum 2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和 Tatum 本人一样，想要一双没有什么存在感，穿上足够舒适且可靠的球鞋的话，
那我要说它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换句话说，这个鞋恐怕才是适合像你我一样绝大部分普通人日常打球的球鞋。OK， 本期奥斯姆第一眼就到这里，拜拜。